第6章，拉普兰女人和芬兰女人。他们停在了一间看起来很破旧的小房子前面，房顶几乎挨到地面，门也非常低矮。一家人进出都得爬着走。屋里除了一个正在油灯上煮鱼的老拉普兰女人，没有别人。驯鹿先把自己的故事讲了一遍，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故事重要得多，然后才讲了格尔达的经历。小姑娘冻得浑身发抖，几乎说不出话来。可怜的惹尔，拉普兰女人说，你们还有好远的路要走呢。你们得再跑上几百里路才能到芬兰，冰雪女王就住在那儿，她每天晚上都会点燃蓝色的焰火。我在这片鱼竿上写几个字吧。我没有纸。你们把这个交给住在那边的芬兰女人，她能比我更好的指点你们。等到格尔达暖和过来，也吃饱喝足了，拉普兰女人就在一片干鳕鱼上写了几个字，叮嘱小姑娘一定小心保管好，然后把她牢牢地绑在驯鹿的背上。驯鹿又重新上路飞奔起来。噼啪，噼啪，天空又发出了声响，美丽的蓝色北极光照亮了整个夜晚。他们终于到达了芬兰，敲了敲芬兰女人的烟囱，因为她家连门都没有。屋子里热得吓人，芬兰女人自己几乎没穿什么衣服，她身材矮小，而且非常邋遢。她赶紧帮格尔达脱掉衣服、手套和靴子，不然小姑娘肯定会热得受不了。她又在驯鹿的头上放了一块冰降温，然后才拿起那片干鳕鱼读了起来。她一连读了3遍，直到把上面的字都记在心里，然后就把鱼竿扔进了煮汤的锅里。这东西完全可以吃，而且这个女人从不浪费任何东西。接着，驯鹿开始讲她自己的故事，然后又讲了小格尔达的故事。芬兰女人只是眨巴着眼睛听着，一句话也没说。你真聪明，驯鹿开口说。我知道你能用一根线把全世界的风都拴起来。船长解开一个结，就能得到顺风，解开第2个，风就会刮得更猛。如果他解开第3和第4个结，那就会起一场能吹到森林的暴风雨。你能不能给这个小姑娘一点力量，让她拥有12个人的力气，好去战胜冰雪女王？12个人的力气，芬兰女人说，我看那没什么大用处。她说着走到一个架子旁，取下一卷卷起来的皮，把它展开，皮上写着一些奇怪的字。她费劲地读着，累得汗水都从额头上流了下来。但是驯鹿还在不停地为格尔达请求，格尔达也用充满泪水的恳求目光望着芬兰女人。于是，芬兰女人又眨了眨眼，把驯鹿拉到一个角落里，一边在他头上放了块新冰，一边在他耳边低声说：没错，小凯确实还在冰雪女王那里，而且他自己觉得很开心，很满意，以为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。但这都是因为他心里扎进了一块玻璃碎片，眼睛里也掉进了一颗冰渣。必须先把那些东西取出来才行，不然他永远也变不回正常人。冰雪女王就会一直控制着他。可是你难道不能给格尔达一点什么东西，让他有力量去对付这一切吗？我能给他的力量，不会比他现在拥有的更多。难道你看不出他有多强大吗？难道你没看到人类和动物都在为他效劳？他光着脚走了多么远的路来到这里吗？他的力量不能由我们赐予，那力量就在他自己心里，源于他是一个善良、纯真的孩子。如果连他自己都不能走进冰雪女王的宫殿，从凯的心里取出那块玻璃碎片，那我们谁也帮不了他。冰雪女王的花园离这里只有2里路远，你可以把它驮到那里，把它放在雪地里，
一棵长满红浆果的大灌木丛旁边。别跟他闲聊，赶紧回来。说完，芬兰女人把格尔达扶上驯鹿的背，驯鹿立刻以最快的速度飞奔起来。哦，我没穿靴子，也没戴手套。格尔达感到刺骨的寒冷，大声叫道。但是驯鹿不敢停下来，一直跑到那棵长着红浆果的灌木丛旁才停下。他把小姑娘放下来，在她嘴上亲了一下，两颗大大的亮晶晶的泪珠从她的脸颊滚落下来，然后他就转身以最快的速度飞奔回去了。可怜的格尔达孤零零地站在那里，没穿靴子，没戴手套，置身于冰天雪地的芬兰荒原。他尽快向前跑去，这时迎面冲来了一整队的雪花冰，但它们不是从天上落下来的，天空一片晴朗，闪耀着北极光。这些雪花沿着地面滚动，越靠近就变得越大。格尔达想起了以前透过放大镜看雪花时，它们是多么精巧美丽，可眼前的这些雪花不仅更大，而且样子可怕得多。它们是活的，是冰雪女王的前哨部队。它们的形状千奇百怪，有的像巨大的、丑陋的刺猬，有的像缠绕在一起、伸出脑袋的蜘蛛，还有的像毛发竖立的肥胖白熊。但它们全都闪着惨白的光芒，全都是活生生的雪花冰。格尔达开始念主祷文。天气冷极了，他能看见自己呼出的气，像一股白烟从嘴里冒出来。这股气越来越浓，渐渐变成了许多闪亮的小天使的模样。这些小天使一接触到地面就越长越大，他们头上都戴着头盔，手里拿着长矛和盾牌。他们数目越来越多，等格尔达念完主祷文，他已经被整整一队天使包围了。天使们用长矛刺向那些可怕的雪花冰，雪花冰立刻碎裂成无数小片。格尔达安全了，他鼓起勇气继续前进。天使们轻轻抚摸他的手和脚，他感觉不那么冷了。他快步向冰雪女王的宫殿走去。不过现在我们还是先看看凯怎么样了吧。他根本没想念格尔达，更不知道他此刻就站在宫殿外面。